本期视频你将看到换电车已经换了3台，充电车纹丝不动。我骑自行车被拉爆，一传的新能源车过琼州海峡，兵哥在唱歌，我在划桨板。好，各位们好，我是抖买买。过去12天，我驾驶一台标准续航版75千瓦时的蔚来 ET5T 进行了一场长途的秋游，从上海出发，途经合肥、南昌、东莞、湛江、海口到万宁，参加了蔚来 EP Club 的活动，又从万宁返回到海口、湛江，途经茂名、长沙，最后回到上海，全程5223公里。其中上海到万宁的这一段呢，全程没有充过一次电。都是通过蔚来换电站来完成旅行的。回程呢，因为路线的选择原因，在粤西的换电站相对来说比较少，我充了有3次电。我想这在这电动车的时代里，除了乐道能比之外，真的是无人能及了。与之前开蔚来去东北、去内蒙古、去潮汕、去西安不一样啊，我这次呢用的直接就是标准续航版75千瓦时电池，没有升级100千瓦时的长续航电池，更没有升级那块150度续航长达1000公里的电池。我就是觉得换电站现在这么多，75千瓦时的标准续航电池完全足够了。顺便说一句呢，我这台 ET5T 呢还在车顶加挂了自行车架，会显著的增加能耗，尤其是高速能耗。加上 ET5T 呢本来就是全系标配有双电机，能耗呢就是会比单电机的 Model 3要高的。极端情况下，暴雨加行驶130公里每小时加自行车，能耗呢会做到23到25度每100公里。在海南行驶120公里每小时的能耗也有18到19度，会比普通版的 ET5T 能耗多出了3度左右。但是没关系啊，我开着这台 ET5T 呢，就像燃油车时代开了一台 V8 的轿车，你也不会指望它多省油的。电动车时代其实也是一样的啊，省电那是大众品牌要做的事儿。要省电，你买乐道就得了，60度电池能跑500公里。蔚来呢是一个高端车，省电呢绝对不是第一要务。我终于可以说出这句话了，感谢乐道啊，有乐道真好。这台 ET5T 呢是免费的颜色星灰，选装了9500块钱的花镜轮毂，我觉得这是蔚来最好看的轮毂，没有之一啊。外面呢还选装了行李架导轨，这个很重要啊。ET5 跟 ET5T 的车主一定要记得选上。有了这个导轨之后，你就可以买拓乐的行李架了，而且行李架上不管是放箱子还是放自行车架子都可以。虽然这个导轨可以后续的后装的，但是呢后装的时候是要拆掉你顶棚的内饰的，所以呢还是很心疼的。我建议呢买车的时候3500块钱提前就给它选上吧。内饰呢也是免费的颜色极速灰，选装了 Nomi 呢以及视享套装，就是前后座椅都有加热通风那一套。对于我这个一人出行2台车来说，这车的空间显得无比巨大。后排放倒之后呢，放了一台 M 码尺寸的公路刮车，放了一个28寸的行李箱。后排腿部、脚部的空间呢，还可以放一个大书包呀、无人机背包呀、相机背包之类。毕竟呢是旅行版，行李的装载能力是很好的。就这样呢，这后备箱盖板下方的空间都完全没有利用。那么驾驶这台 ET5T 我究竟遇到了哪些好玩的事情呢？迫不及待来跟你分享一下。首先呢，在出行的第1天，我是去合肥，因为服务区就可以换电，所以我不需要把电充满再出门。这也是与其他电动车出行的不同啊。其实呢，开蔚来就更像是一台燃油车的体验，随用随走。第一个换电的地方呢是 G4211 沪武高速的太白岛服务区，这个地方呢双向是有4代换电站的，最近2个月刚刚落成的。每个站呢最多可以放23块电池，支持蔚来啊、乐道啊以及明年换电联盟的其他车型换电。比较有趣的是呢，我到换电站的时候前面有1个人，所以呢我就排队了。隔壁的充电区呢有一台特斯拉在充电，大概等了2分钟之后呢，我就开始换电了。又过了2分钟，我换电换好了。换电站此时呢又来了第3位车主，也就是说，在我看到特斯拉车主充电的这段时间内，已经有3台蔚来把电给换完了。其实特斯拉如果充电从0%充到90%，这个换电站大概可以连续换10到12台车了。这差不多意味着充电不排队的情况下，跟换电排队11台车，第11台车所花费的时间是一样的。你还说换电没有用吗？如果换电站都排队排11台车的时候，相信我，加油站也一定是排队的。加油不一定比换电快，但是加油呢一定比换电贵啊，差不多就是这个逻辑。到了合肥之后呢，主要是参加大学生电动方程式的观赛啊。那兵哥一如既往的来了。蔚来公司呢今年成立了10年了，兵哥冠名赞助这项赛事15年了。是的，
还没有蔚来的时候，斌哥以个人身份、以一车身份就在赞助这个比赛。之后呢，这个比赛也一直叫做蔚来杯，这也是全国汽车专业中最重要的一个比赛啊！从零开始让大学生们造车，连续支持培养了中国汽车人15年。他们中有很多人已经加入了蔚来，比如001号员工 Ted， 对吧？更多没有加入蔚来的，也在为中国汽车的产业腾飞做贡献。2019年，纵使蔚来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年份，斌哥说，只要我们工资还发得出，就继续赞助下去吧。斌哥在现场，无论走到哪里，大学生们认识他，欢呼他，有学生满满的自豪说：“斌哥，我们的赛车也是换电的，是换电的。”大几啊？我今年大3。哎，明年考虑我们啊。今年要有了，明年不考研了，直接就去。哇，你今年不要被这个打扰了。这种自豪感让我觉得，哎呀，年轻人真好呀！颁奖典礼上介绍嘉宾的时候，介绍到斌哥，学生们为之欢呼声震天。我觉得他的声望在学生群体中无与伦比。离开合肥之后，我去了江西南昌。这是我在路上最喜欢的拖车，从 F2 工厂出来的一车 ET5T EC7， 乐道 L60， 乐道 L60 ET5。去这儿呢，主要是为了下个月踩点啊。每年的11月、12月的时候，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、蒙古、日本、朝鲜以及中国的东北啊、西北这些地方，会有上千万只候鸟来鄱阳湖过冬。鄱阳湖呢，其实也建设了一些观鸟的地区啊。我这次去的是永修，那道路在修路，不是很好开，但是小镇的观鸟停车场已经修好了，还可以把车开上鄱阳湖的大坝，在大坝上行驶。现在呢，并没有太多的鸟类，我来把道路探索一下，等到下个月 New Day 的时候再来。永修这里呢，还离一个近年来非常出名的博物馆很近，海昏侯遗址博物馆。海昏侯就是刘贺，18岁继位，西汉第9位皇帝，在位仅仅27天就被霍光废黜了。霍光死后呢，又被汉宣帝封为海昏侯，去世的时候年仅33岁。刘贺呢，因为从帝王被降为了侯，所以呢，帝王之金不能再用，这些东西呢，只能跟着他一起进入坟墓。他死后400年，因为鄱阳湖地区发生了大地震，他的墓坍塌了，并且呢，成为了一个水下的坟墓，所以呢，使得他的墓幸免于被盗。这在老刘家的众多墓葬中非常罕见了。直到现代的盗墓贼他们会潜水了。2011年呢，一伙现代盗墓贼已经打到墓室了，被周围的村民们发现了。刘贺的墓呢，得以重见天日。今天能看到完整的海昏侯的墓葬，以及大量没有被盗的陪葬品，到处都是金灿灿的。景区呢本身是不大的，但是通过摆渡车的方式弄得很大，主要有2个部分，一个呢是博物馆，一个是墓穴。博物馆的藏品甚多啊，玉璧啊、金饼啊、马蹄金啊、灵纸金什么的都有，并且保存完好，数量多。失传1800多年的麒麟鱼在他的墓葬中被发现了。你还可以看到海昏侯的墓穴。对，这个其实是这趟旅行我感到很意外的地方。我知道那有个博物馆，没想到这个墓也是可以看到。如果你看过 CCTV 的纪录片《海昏侯的遗骸》中是有香瓜子的，这给了2000年后的人们有更多的猜想啊，他到底是昏庸无能、疾病突亡，还是遭到皇权忌惮以至于被毒死的结局？毕竟胃里有瓜子，意味着没有消化完，对，就突然去世的。所以海昏侯遗址博物馆建议大家来看一看啊。我去南昌的时候呢，遭遇了暴雨，所以滕王阁之类的就下一次再说吧。南昌的万象城 New House 倒是要打卡一番的，他们真的做的太卷了。给外地车主的打卡礼呢，是一份攻略，涵盖了吃什么、玩什么、怎么打卡，以及一个硕大的滕王阁的冰箱贴。而且呢，特饮也很好喝啊，值得来一来。这家店呢，在工作日下雨天的晚上人流量很大，我觉得有点东西啊。南昌万象城值得来看一看。南昌之后呢，第2天我去了东莞，800公里8个小时，哎，这个行驶速度跟燃油车也一样了吧？中间呢还有100公里 G60 在修路，限速呢只有80公里每小时。我能这么干的底气啊，一个呢是因为换电站真的多，最密的地方呢，我记得连续50公里的间隔就有2个服务区啊，连续都有换电站。你别说你开的是75千瓦时的标准续航电池了，你开10千瓦时的车都能到。走了，今天赶时间就少拍点视频了啊。继续，还有700公里。因为有换电站，所以我到一个地方都不充电的。如果你开别的电动车，你晚上得想把电充满，不然第2天跑长途怎么办呢？对吧？但是有换电站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，你就无所谓，就剩多少电都行，反正上了高速公路再换呗，就跟加油也没啥区别。这个其实非常符合油车车主们的习惯啊。我觉得这个才是智能电动车
必须要做到的，就是这个补能你得跟加油一样，或者比加油还快。辅助路段。对，要比加油还快、还方便、还便宜才行。所以买电动车，买不能换电的，我反而会觉得很奇怪。对，毕竟 Pilot 已启动，领航开始。可换可升级，是不是？同时呢，另外一个让我很轻松的呢，是我全程都在使用 NOP Plus， 就是领航辅助驾驶，辅助驾驶在开，自动超车、自动变道、自动控速，我就是一个监督者，劳动强度大幅度的降低了。我知道呢，这在各家车中都不算什么稀奇了，各家也都在做，什么端到端啊、城市车位启动的都有了，恨不得呢给你做几个无人车的 demo。但是有几家真的像蔚来这样把高速做好了呢？高速控制的安心感，别看就一点点区别，别看就双车道，蔚来超车，别的品牌不超车的那么一点点区别，你有的好处就很多呀。所以这种东西都叫这个名字，但是蔚来做的就是好，对吧？我觉得这跟蔚来本身的配置也有关系啊，标配了激光雷达加4颗 Orin X 芯片，对吧？人无我有，算力强，所以你看网上的新闻，可能觉得蔚来的什么智能驾驶比别人落后什么的，你真正一用，你发现，哎，为什么别人所说的怎么遥遥领先，对吧？不过如此。我早上8点出发，下午4点钟不到就赶到了开电车的昌司机的总部哦，全日咖啡，这在东莞应该属于第2好喝的咖啡了吧？第1好喝的咖啡应该违反了广告法。那我到了他的门口之后，门口有一片很大的草坪哦，特别适合搞活动。我把自行车拿出来架在了车顶，1T5T 真好看啊！买蔚来的人一定程度上也都是为蔚来的原创设计、高级的审美所买单的。是的，车就是人品味的体现。你买一个山寨的造型什么的，可能别人不会说什么，但心里总会有一点，你懂的。跟苍老师打完照面之后，吃了一顿非常好吃的晚饭。第2天呢，约骑车，东莞的铜沙生态公园真不错，车很少，路很宽，工作日呢几乎没有人，绕一圈13公里啊！我被苍老师给拉爆了，果然的土著每天练，就这个水平还是更好的呀。拜别了苍老师之后呢，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差了。我去湛江，准备第2天呢去徐闻港码头过海。徐闻港呢因为风大已经停航了，据说码头有大量的滞留。那我在湛江住一晚，我还觉得有点小确幸了。第2天醒来呢，码头的风依然很大，但是我开过去要2小时，我一度很纠结要不要去。对，研究了半天呢，卫星云图，我觉得云系应该还是会消散的，还是去吧。果然在半路上查询徐闻港的推送已经恢复了轮渡了。我这趟呢还是新能源专班，因为海南岛呢可能是最早实现禁售燃油车的，加上海南岛的高速公路呢不收费，所以呢新能源车尤其是纯电车绝对有巨大的优势啊。大量的新能源车在过轮渡，衍生出轮渡公司们觉得电车不安全，要单独运输，就是车上一艘船，人上另外一艘船，提前2个小时到达港口，轮渡90分钟，4个小时就过去了。这真的是一个体验一次不想体验第2次的玩法。那具体呢，纯电车怎么样去过轮渡，去看我上一期的视频吧。比这更夸张的其实还是渤海轮渡啊，这至少还可以人车分离让你上。渤海轮渡当年是烧过的，但他们烧的那台车呢是燃油车，因此呢他们决定不让新能源车过轮渡，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。所以新事物的发展总需要各方面的一个接受程度的逐渐提升吧。我想等到海南岛都禁售燃油车的时候，每班轮渡都是所谓的新能源专班的时候，我看你还怎么玩。那到了海口，现在是淡季，酒店非常便宜，便宜到什么地步呢？希尔顿之类的海景房600块钱足够吧？这个季节的海南如果没有台风的话，也不会让你比冬天少玩什么，我反而觉得其实蛮值得来的。你一样可以很舒服的骑车，早上气温只有25度，我直接从酒店骑到了未来位于海边的 New House， 不过人家还没营业，我回去换了身衣服，中午又来了。这个牛屋真的是选址一绝，面朝大海，对吧？海口的骑行呢，还真的值得一说，就是海口的非机动车路灯跟机动车道是不同时亮的，这倒也不罕见了。但是非机动车道的路灯4项会同时放，在一些大的路口，感觉就是一种直接的对抗啊，怪吓人的。而且呢，路口特别的宽阔，非机动车道呢又不是对称的，很容易被挤到机动车道里头。这海口的司机朋友们，我感觉到是很奇怪了。我一个一定要走非机动车道的，一定不闯红灯的，这个骑起来就感觉非常害怕呀。那海口到万宁的高速呢，因为前几天台风的破坏还没能完全恢复，稍微有一点绕路，不过也还好。250公里的距离，75千瓦时也随便开啊。
未来呢，在海南岛的各种高速公路服务区也部署了换电站的，全岛无忧。那到了万宁之后呢，也就是这次 EP Club 活动举办的地方了。EP Club 呢，简而言之是未来的一个高未来值用户俱乐部，每个季度呢有一次活动，这一次呢属于是年底的一个大活动啊，理解为一群朋友们一起玩就好了。今年呢，斌哥也来了，因为上海也遭遇了台风，斌哥这次呢甚至提前1晚过来，跟大家聊一聊未来今年做了啥，准备做点啥，非常有深度的分享啊。闭门会呢照例是可以拍不可以发的，所以呢说了啥我就不细说了。你就这么想吧，全球车企的顶级 CEO 跟你面对面聊，愿意把自己的经验、感受、理解分享给你，包括不限于汽车啊，甚至有一些人生经验，还有育儿心得，对，还能接受你的提问，就在任何意义上，这都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好机会了。今年斌哥呢，一个季度基本上也会做一次直播，所以你参加不了闭门会，看看斌哥的直播也挺好。我觉得看过的人，我想会更加理解这个真实的、没有被网络曲解的李斌，真的非常有人格魅力。因为一个人喜欢一个品牌，真的有可能的。EP Club 的活动呢，每一次都能情绪价值拉满啊！不管是客房的装饰，然后这一次因为是6周年，还给每个人准备了一张年度照片，定制房卡什么的更不在话下。这次连枕头套都给定制了，我走的时候还特意给带走了。就活动呢，搞的是真的不错，还请来了 New Band 未来车主们组成的乐队，歌唱的也很棒。他们自己的主题音乐《蔚蓝色》啊，今年的主题曲也真的很好听啊！甚至呢，他们还拉着斌哥一起唱。感觉原来 New Band 还是很好玩的。我只能说斌哥唱的不错，以后少唱吧。万宁的换电站呢，在市区大贸。那我第一晚呢，其实是住在兴隆的，第二、第3天住在石梅湾。兴隆的希尔顿酒店呢，楼下就是未来部署的充电桩。没错，未来除了搞换电，还搞充电的，也是车企中建设充电桩最多的企业。充电的价格呢也不贵，跟换电价格差不多，65度电花了78块钱。我是早上骑车回来之后才发现地图上有充电桩的。如果你晚上停在酒店下面充电，夜间电费7毛6每度，虽然比加充贵了1倍，但是出门在外你也不能扛着加充走，对吧？所以就是很方便啊，开电车非常方便。顺便呢，电车就是便宜，V8的动力，3缸的价格。你要不开175的话，你开什么？你开宝马3系嘛，加油，92号油，每公里7升，算你很省油了吧？一个月开1500公里，油费8块钱1升，一个月油费800块钱。同样1500公里，家里有充充桩的话，电费就忽略不计。对吧？100块钱上下。那如果没有，你未来换电4次的话，一次100块钱平均吧，油费每个月能比电费贵出400到700块钱。我这还往少了说的啊，那个多的话，一个月光加油什么的比电费多1000块钱很正常。那更不要提呢，电车保养起来几乎没有成本啊，燃油车机油机滤是吧？固定开支就要换。前几年保养你还不敢不去 4S， 你怕丢了质保，对不对？这个使用成本是不可以忽视的。全生命周期你车要卖二手吧，油车的二手今年的行情到底怎么样？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啊，一年打个7折都算比较少的了。有些人说什么电动车不保值，你看看自己的燃油车保值率不过如此啊。以上呢都是算钱，这还是不算钱的呢，还有一些体验方面的呢。ET5 标配的双电机的动力是吧？怎么也比你245匹马力的宝马3系要强吧？一个 V8， 一个就是4缸，你这样看看，电动车带来无与伦比的顺滑感，怎么也比你 8AT 的变速箱要好吧？燃油车时代，你说你采 F 变速箱做的怎么样？电动车时代就是无敌的平顺，你采 F 1档升2档还顿呢。所以说多了一点啊，就2025年了，对吧？还在买燃油车，而且这个价格中你还在买宝马3系，你真不如买蔚来 ET5 或者 ET5T 了。那销量上其实也是这么说的，2024年9月份，宝马 i3 的纯电版卖了2355台，同月呢 ET5 销量2378台 ，ET5T 卖了5590台啊。燃油3系的销量是11000台，考虑到 ET5 的实际成交价格是远远高于宝马 i3 的，所以 BBA 的纯电就是打不过蔚来。在燃油车领域呢，宝马虽然有一个良好的惯性，但是 ET5 加 ET5T 7968台的销量，8000台啊，没有超过11000台的宝马3系，但也是在接近当中了呀。而且考虑到这个是争议中成长的国产品牌，还是一个纯电品牌 ，ET5 所取得的销量一定是从宝马3系、奥迪 A4 啊、奔驰 C 那儿抢来的，这就非常舒服了，1毛钱不用交给合资公司的舒服。继续说我的旅行吧，那从万宁的回程路上，天气呢依旧不好，中间就好了2天，万宁呢又开始大暴雨了。暴雨前一天呢，我总算心心念念把我的桨板给玩完了，300号人一起玩桨板，场面呢真的是蔚为壮观。接着呢就暴雨了，我又担心轮渡要停，所以呢我就匆匆离开了海南。海口呢已经在为暴雨做准备了，路上都没有什么车，反而是沿着海岸线拍车，没有人。哎，这样的场景
我在万宁都没有找到沿着海岸线拍车的一个海滩，竟然在海口这么一个繁忙的城市出现了，一定程度上谢谢暴雨吧。好，行程继续北上，未来在粤西呢，其实缺少一些重要服务区的换电站，只能充电。我看到遥遥领先的充电桩在那儿夜冷没人用，满怀欣喜的以为可以跑满呢，结果呢就200安的电流，甚至没有跑到电池额定的250安。充电桩就是这个样子啊，它是车是充电桩是电网三者的最低值，每次充电功率多少相当于木桶，取决于你最短的那块板是多少。其实每一次充电都在开盲盒，不确定性特别强，但换电就不一样了，换电就是3分钟，这个差别真的特别巨大呀。好在呢，未来在搞换电的县通，虽然每一个县级市都会有换电站，广东呢明年6月份就能搞定了，所以呢明年如果再来开75千瓦时的电池也不需要充电了。未来在做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啊，比油车的动力好，比油车省钱，比增程的续航长。增程天天说城市用电高速用油，结果用电便宜，用电动力好，天天高速服务区上都是他们增程在充电，100多公里就要充一次电，他们还美其名说我顺便充电的，我要上厕所，我要吃饭，也不知道自己的膀胱不行还是自己的胃不好，100多公里就要搞一次啊，这一天天的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增程车带来的全部优点都来自于电池，那你为什么不买纯电车呢？出了粤西之后到湖南换电站呢，整体上又多了一点。我在长沙住了一夜，因为对马王堆真的心心念念，不得不说湖南博物院真是我见过排队最长的博物馆，没有之一。我早上9点钟到的，停车场已经不让进了，停到对面的商场里头开始绕大圈。博物馆呢，其实告诉的是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。马王堆的汉墓群不止辛追夫人一个，都在这里有大量的展品展示。怎么说呢？技艺精湛，展现了古人的生死观念，而且保存的非常完好。不论是层层嵌套的棺材，还是穿着的衣裳，甚至是整个博物馆的布置，我觉得都令人叹为观止。如果博物馆你买不着免费的票，也非常简单，你去选一个博物馆的特展，收费的。像我这次就选了一个灯光秀的展啊，98块钱，但是我就可以进博物馆了，所以这也挺好。当天就可以买当天的票，非常好。从长沙到上海1000公里，这对未来来说就太容易了。沿途呢有庐山西海服务区，这个服务区巨大，而且呢是靠着庐山西海建的。这个地方有点像千岛湖的意思啊，是一个大湖，水面呢非常平静，风景秀美。可惜呢商场吃的不太行，而且这么大的一个服务区竟然没有一个换电站，没有能体现出服务区的先进性啊。再往前呢50公里的庐山服务区同样很巨大，这里就有刚上线不久的未来4代换电站了。其实今天你已经能发现了，换电这条路呢是电动车唯一可以媲美燃油车的补能方式。换电站呢就是会越来越多的，买未来的人呢就是会越来越多的，乐道呢也是越卖越多了，出门呢就是越来越方便了，仅限于能换电的车。以前出门呢以不加油只充电为荣，现在呢充电口不开，几年都不开的未来车主们也有。这个呢其实就是技术进步以及换电站布的真多所带来的优势。在回上海的路上呢，我在想 ET5 或者说 ET5T 的竞争对手们是谁？其实还是宝马3系、奔驰 C 啊。我真觉得2025年了，马上真没必要买宝马，尤其是没必要买3系。有这预算买 ET5 多好呀！给你算个经济账。首先购买成本3系定价32万，对吧？现在不可能原价买车嘛，有折扣的。全新车25万、25.5万差不多了吧？你 Bus 一台 ET5T 没有折扣的情况下，车是29.8万 ，Bus 减7万，22.8万。新车就比宝马3系便宜了2到3万块钱了。你别忘了燃油车还有购置税呢 ，ET5 跟 ET5T 的购置税又比宝马再少2万，这就差了5万块钱了。未来标准续航版电池每个月电池租金是728块钱，付4送1之后是582块钱。对，现在买还有付4送1，就是每付4个月电池租金免费送你1个月，相当于582块钱1个月。你想刚才5万块钱的差价够你租多少年的电池了呢？然后就是使用成本啊，前面已经算过了，有加充的话忽略不计，出门换电的话，换电是按度数计费的，跟充电价格基本无异，甚至还便宜一点。那你算你一次100块嘛，那就是很便宜啊，对不对？再来说说体验，更好的动力，就连服务区出来河流你都比燃油车更自信，你更不要说智能驾驶的座舱所带来的领先体验。夏天等个人随时开空调，睡在车上也没事儿，冬天晚上接娃，对吧？座椅时刻暖和的幸福感，就连智能驾驶，未来 ET5T 也是标配的，4颗 Orin X 加1016T 的顶级算力，高速城区都能用，这些优势真的是无比巨大的。性能呢强1倍不止，空间呢更大，智能化无敌，代表了中国汽车工业的最强产品之一吧，谦虚一点，只是缺少一点海外品牌发展畜牧业的能力，那不值得你去试一试吗？有人说不敢买蔚来是因为担心蔚来会倒闭，宝马不会倒闭，
那你今天看看，蔚来公司已经10年了，车已经卖了60万台了，60万台高端纯电，没有一滴汽油，每一台车都支持换电，这本身就是世界汽车史上的奇迹。蔚来今年更新自己的价值观，成为技术与体验领先的用户企业。以前谈蔚来，大家说服务好，然后没下文了，蔚来的技术也很好呀，全系高性能，全系的换电体系，良好的质量，全球5星的安全认证，不管是中保研还是欧洲的 Euro NCAP 全球最严的认证下，都是5星无缺陷通过。你不用去看那些第三方野评测，你就看全球的评测，蔚来 ET5 跟 ET5T 的良好成绩，再看实战被大货车泰山压顶，压完之后汽车只能擦破皮，这在哪一家企业都被吹上天去了，只有蔚来还在被黑。蔚来是真正的认真做自己事的企业，这些说着蔚来要倒闭的人每年都被打脸，反倒是看看周围你宝马倒闭的多少 4S 店吧，你真的喜欢买车的时候跟 4S 店斗智斗勇吗？放下成见吧，建议你去试驾一下蔚来，这就是时代滚滚向前带来的系统性的优势。你已经是宝马车主了，不如趁着今年二手车已经骨折，明年会骨折更严重的情况下，赶紧今年给卖掉呗，卖个二手车卖个20万是吧？差不多就可以霸死一台 ET5 了。每个月的电池租金582块钱，折合每个月多少钱？19块，19块4，对吧？一下子就比同时代的人领先了10年呀！没有人喜欢自己的东西一直是陈旧的，都喜欢自己能面向未来的，好吗？这期视频发布的时候是双11，那也来一个应景的表达吧，对吧？未来的100亿置换补贴，零成本购置 BBA， 这个广告我觉得做的挺好。不管是新购车还是有软电 ，ET5 呢跟 ET5T 都是买的最好时机。好了，以上这一期视频呢，算是懂买买的一个游记。我每年呢都会做一些长途旅行，都是开着纯电车去。早些年呢，我还会开特斯拉长途，后来有了蔚来之后，因为可以换电，我就再也不开特斯拉，再也不开不能换电的车跑长途了。所以呢，旅程各个地方都会去，冬天也会去东北，对，冷的时候去东北是吧？热的时候去海南啊，今年还不错，这边还是秋天去海南了。希望能对你选购电动车有一些帮助，好吗？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，不要忘记评论区订阅懂买买卖的头条、B 站、微博、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